南极，大家都知道，在地球的最南端，比我国的面积都还要大得多。但这片大陆98%的面积都被冰雪覆盖，平均气温也都在-30°C，冷的实在不适合人居住。到现在，南极都没有一个常住人口。冷归冷，南极还埋藏着丰厚的自然资源，足够人类用200多年。日本甚至偷摸下手好多年了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南极洲位于地球南端，是7大洲之一，总面积约为1424.5万平方公里，常住人口木有。整片大陆只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以及捕鲸船。按理说，要是世界其他什么地方有这么一大块的土地面积，早就被瓜分干净才对，尤其是欧美，这还能忍得了吗？但南极洲却是一个例外，至今它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无主之地。南极面积确实挺大的，加上个印度，差不多和俄罗斯一般大了。可问题是，南极洲气候环境十分的恶劣，整个大陆超98%的面积常年都被冰雪覆盖，内陆地区更是一点自然生命都不存在。而且南极给人的最大印象就是冷，冷到什么程度？平均气温在-30°，极端起来甚至能打破世界纪录，达到-89.2°。除此之外，南极不仅降水少，还刮烈风，就算有降水，下的也都是雪和冰雹。可以说，南极是整个地球最干燥的大陆。另外，根据检测，南极一年至少有300多天都在刮8级上的大风，甚至在这里还检测到了100米每秒的飓风，强度是12级台风的3倍，这也是世界上记录到的最大风速。南极洲的环境恶劣，动植物稀少，内陆地区更是没有自然生命，完全不适合人类生存。但为什么各个国家还都喜欢往上窜呢？没办法，南极的确有不少的缺点，但谁让人家还蕴藏着丰厚的自然资源呢？南极的资源丰厚到什么程度？光是探明的矿产种类就多达220种，包括煤、铁、石油、天然气等。其中，南极有世界上最大的煤田，储量达5000亿吨，还有世界上最大的铁矿，数量多不说，关键是铁矿的品质还高，足够世界用200年的。除此之外，500到1000亿桶的石油，3万到5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等等。不仅如此，南极的渔业资源也相当丰富，比如说南极磷虾，总储量有6到12亿吨，一年捞个5000万吨，那都是洒水的，也不会影响生态。当然，大家最了解的还得是南极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储存库，储存了世界上约72%的可用淡水。有人估算过，南极储存的这些淡水足够全人类用7000多年。而且因为南极还没有受到任何污染，所以这里的水质也是极好的。除了丰富的资源外，南极独特的地理环境，以及在这种极端环境下，南极所特有的微生物资源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。研究南极的冰川，你不仅能在里面找到远古动植物化石，甚至还能找到远古病毒等等，应有尽有。而且研究南极的生态环境，不仅能提供更多的知识，同时也能获取对未来气候的变化。如今有31个国家在南极建立了76个科考站，其中自然也包括我国在内。南极不仅有丰富的资源，有极大的研究价值，条件是差了点儿，但是对于这片大陆垂涎欲滴的国家大有人在，日本就是其中之一。早在1912年，日本就派了探险队到南极，也不管有没有能力开发，就想着要把这块大陆弄成他们的殖民地。不过觊觎南极的可不只有日本，美英等国都想在南极跑马圈地，有的各自划分好了土地相互承认的，有划分的土地彼此重叠，搞得谁也不认谁的。总之这件事儿一直争论到1959年，才在一纸南极条约的规定下，表示南极谁的也不是，不许在里面搞破坏，也不许在里面挖矿，只能在南极搞点小研究啥的。但日本依旧野心不死，在条约签订之前，1956年日本就建立了第一个南极科考站，此后更是有建了3个科考站，不断的在南极进行各种探索和寻找的工作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来自日本的捕鲸船，借着捕鲸的名义，在南极到处进行探测工作，说是为了研究，但你信吗？面对各个国家的举措，我国自然也不能落后。自1985年长城科考站的建成，如今我国在南极已经有了5座科考站，成为探索南极的重要力量。只不过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，南极的冰川正在不断的加速融化，才10几年的时间，南极融化的冰川面积就有9个英国这么大，导致的结果就是全球海平面上升了几十毫米。最后这种情况要是得不到缓解，到时候将会严重影响人类的生存，很多沿海地区岛屿都会被淹没，所以我们必须努力保护环境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也发财的小手给来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